竹马很讨厌攻略者，整整99个攻略者，死的死，疯的疯，还有人从高楼一跃而下，叫嚣着我死了他一定会后悔。我问他，你为什么不喜欢他们呀？竹马回答，攻略者都该死。直到后来攻略系统绑定上我，我瑟瑟发抖，决定躲着他。谁知当夜他将我圈在镜子前，声音沙哑，西西乖，我教你怎么攻略。不哭不哭，我们西西是水做的吗？怎么还哭？是想哥哥把你的嘴堵住？宿主绑定中，姓名梁怀熙，身份梁家大小姐，谢晨的青梅竹马，攻略成功率计算中。计算结果输出，攻略成功率为100%。我眼前出现一大段文字，谢晨攻略。我心中不好的预感陡然爬升。不，我没来得及拒绝，脑中冒出一道毫无起伏的电子音。绑定成功。宿主您好，我是反派攻略系统，线下发布终极任务，攻略谢晨，目前进度100，攻略成功。最后一行字出现瞬间，文字忽然变成乱码，错误，计算错误。系统进入自检模式，尖锐的警告声在我脑袋里回荡。我捂住耳朵，怎么也阻挡不了这声音。我推开房门，靠在墙壁上大口喘息，却忘了这里并不是休息室。嘻嘻，我扑到他怀里，哥哥，好吵！警报声要把我脑子吵炸了。温暖干燥的手掌捂住我的耳朵，吵闹的系统音突然消失。谢晨温柔哄我，知道你不喜欢人多，要不要在我房间睡一会儿？今天的晚宴是为了宣布谢晨为谢家唯一继承人，来的人多，交谈声此起彼伏。他好像误会了，但我还是点了点头。要。谢晨抱起我放在床上，为我脱鞋盖上被子。他松开捂住我耳朵的手，系统声音真的没了。我埋在被子里乖乖闭眼，肯定是昨天熬夜，今早被妈妈拉起来做造型，睡眠太少的问题，都出现我变成攻略者要攻略谢晨的幻觉了。他是今晚的主角，有别的事要忙。细细睡吧，我等会儿叫你。我不知怎么的想起来刚才听到的声音，下意识揪住他的衣袖。哥哥，你会讨厌我吗？他低头在我额头亲吻，也没发烧，说什么胡话呢？我讨厌自己也不会讨厌细细。我放下心来，拉高被子，只露出眼睛，跟他挥手告别。那你去忙吧，我睡一会儿。这一觉睡了还不如不睡。我一睁眼，系统又出现了，系统绑定成功，攻略进度0100，请宿主立刻攻略谢晨。我不去。我抱着被子猛摇头，不去。系统只会重复冰冷的命令，请宿主立刻攻略谢晨。攻略什么呀？他最讨厌攻略者了。大家都说谢晨是个疯子，不管是喜欢他的人还是他的敌人，下场大多凄惨。他的哥哥上个月刚进精神病院，姐姐飞机失事，弟弟游轮坠海，偌大的谢家只剩他一个继承人。他的姐姐出事后，他的身边开始出现好多接近他的人，他们都死了。有一个女生爱屋及乌，对我也超好，可他后来也死了。他死前一会儿说我死了他一定会后悔，一会儿说我要回家了，见谢晨不为所动，从高楼一跃而下。血色绽放前，谢晨捂住我的眼睛，别看。尖叫声、警报声还有他的苦嚎声化作缠绕我的梦魇，只有在谢晨身边我才不会做噩梦。谢晨搬到我家陪了我整整3个月，我蜷缩在他怀里问他，你为什么不喜欢他们？他那时在喂我喝粥。嘻嘻，张嘴，他们不是这个世界的人，一群攻略者罢了。他眼里的厌恶做不得假，冷漠宣判，攻略者都该死，没有例外吗？他摸摸我的头，没有，我不去攻略。我用被子遮住自己，可系统跟鬼不一样，他会攻击被窝。检测到宿主有强烈拒绝执行任务倾向，申请惩处中。怎么还有惩罚？我脑袋一大，在心中衡量是系统的惩罚更可怕，还是去攻略谢晨更可怕。回想从前那些攻略者的下场，我心拔凉的。我还是跑吧，惩罚再惨能有他们惨吗？我一个鲤鱼打挺起身，飞速穿好外套鞋子，跑到走廊打探。谢晨在1楼大厅端着笑与人推杯换盏。我看过去的瞬间，他似有所感抬头，见到是我，他无奈笑了笑，对我招手。宿主，攻略对象主动向你示好，你快去。我迈出去半步的腿随着系统音收回。忘记了，我现在是个攻略者，不能找他。我转身就跑。还好这栋别墅不只有一条楼梯。我站在别墅门口，吹凉凉的夜风，心也凉凉的。我摸出手机，难过的给谢晨发消息，哥哥，我也绑定了攻略系统，但是你放心，我不会听他的话攻略你的，你不要讨厌我。我这就走，以后再也不会出现在你面前了。仔仔细细修改措辞后，我点击发送，然后扭头上了司机的车。以后再也见不到谢晨了，好难过。可见不到他和小命之间，我还是会选的。我吹着车窗外呼啸灌入的风，又给他发了个流泪猫猫头。猫猫头刚按下，车辆突然颠簸，我被安全带拽回座位上，抬头一看，出车祸了，司机受了轻伤，车不能开。我叫人把他送去医院，和另一个车主交涉完毕，低头一看，手机发现满屏幕都是流泪猫猫头。谢晨回复一个问号，然后是5个未接电话，我不知道怎么办好。第6个电话打来了，我决定还是跟他说清楚，于是接通了电话。梁怀熙，谁允许你走了？他的声音里压着怒气，竟然连名带姓喊我。我鼻子一酸，我都出车祸了，你还凶我？他改口，没有凶你，你在哪里？有没有受伤？给我发个定位。我没有回复，挂断电话。他果然很讨厌攻略者，他平时从不会凶我的。我在路边抱着膝盖蹲下，都怪该死的系统，为什么要绑我？我 emo 没几分钟，一道阴影将我笼罩。他一动不动，我往旁边挪了一下，谁知道这人诚心和我作对，又跑到我面前。我抬头刚想说他，却看见了一张熟悉无比的脸。他冷着脸把我抱起来，我挣扎2下没跑掉，可怜兮兮道：哥哥。喊哥哥也没用，他好凶。我缩在车后座不敢说话。车内挡板缓缓升起，他命令把衣服脱了。检查一下有没有受伤。我连忙摇头，没有，车祸不严重，只有司机叔叔受伤，我在后座没事。我脱掉外套，伸出手臂给他看，你看没有受伤。谢晨冷声道，继续。我继续什么？
今天参加晚宴，除了外套，只有一条连衣裙。我抿唇，哥哥，我真的没有受伤。他指尖轻点我的手腕，不要让我说第二次。谢晨那双黑漆漆的眼眸就这么盯着我，他向来说一不二，不允许别人忤逆。如今是初春，车里没开空调，夜间凉飕飕的，他的目光像一把小刷子，在我肌肤上逡巡，又冷又热。我从没有在别人面前这样过，脸颊通红。哥哥，检查完了吗？他认认真真一寸寸检查。宝宝，这里再让哥哥检查一下。他嗓音沙哑，是不是流血了？我面红耳赤，埋在他怀里，小声反驳。才没有，你胡说八道。他捏住我的下巴，让我转头，近距离给我展示湿漉漉的指尖。谁在胡说八道？他怎么这样？我嘴硬，就是没有。他望着我，唇瓣微张，含住手指。我睁大眼睛，啊，他在干什么？谢晨俯身在我耳边轻笑。宝宝好甜。回去的路很短，车停在地下车库，我揪住裙子，被他牵着上楼。妈妈说她给我发消息，我没回，问谢晨，谢晨说我在睡觉。他十分安心的自己回了家，并且嘱咐我明天也别回家，明天他出门。我愤愤地跟在谢晨身后，回到他的房间。谢晨找出我的睡衣，先去洗澡。我抱着睡衣站着不动，他揉我的头，愣着做什么？要哥哥帮你？他打横抱起我，大有一副帮忙的架势。我连忙从他怀里跳下，不，我自己可以。浴室水汽氤氲，熏得我脑袋胀胀的，可能是脑袋太胀，竟然又听到了该死的系统的声音。平稳的电子音诡异地夸我，你是我带过最优秀的宿主，3个小时过去，攻略值竟然一动不动，攻略进度0-100，你在阴阳什么？谁知系统说我是真心夸奖，上一个宿主接近谢晨3个小时，攻略值成功到达100-100，再上一个为78100，我原来真的在夸我呀，谢谢你，但我不需要，我更需要你消失。系统声音不见了，我望着镜子里唇红齿白的人，套上睡衣。刚才车上谢晨跪在后座前，一边仰头看着我，一边我受不住拽紧他的头发哭。他大发慈悲起身说回去再惩罚我，我又没做错事，干嘛要惩罚我呀？我慢吞吞的磨蹭了大半小时，谢晨敲门，西西出来。我不动，装死。没装上2秒，浴室门自动开了，雾气氤氲的房间恍若仙境。我没空欣赏，震怒道：浴室门为什么说开就能开？你一点也不尊重我的隐私。谢晨也洗过澡，他只在腰间围了一条浴巾，此刻向我走来。他一步步前进，我一步步后退，直到退无可退，后背压上冰冷的全身镜。谢晨将我圈在镜子与他之间，他低垂眉眼，你不回答，我以为你出事了。我心虚。他敲门，我却没有回答。我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，好吧，那我原谅你了。他闻言纹丝不动。我歪头，哥哥，可以放开我了吗？时间不早了，我们该睡觉了。他眸光深深，指腹抚过我的侧脸。在睡觉之前，宝宝有没有其他想说的？没有啊。还有什么要说的吗？我开始回忆，一道念头划过脑子。与此同时，2道声音同时出现。消极攻略惩处申请成功，此次惩处为欲火焚身。西西不是要攻略哥哥吗？哥哥教你。我身子一软，奇异的感受往四肢百骸蔓延，偏偏谢晨还在火上浇油。我迷蒙间握住他的手臂，哥哥不要。他将我转身，轻点我的唇瓣，与我一同望着镜子里的人。我们西西全身上下只有这张嘴是硬的。我转过头不敢看，他却强行掰正我的脑袋。宝宝好好看着，哥哥在叫你。他控制欲好强，不看都不准。今晚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。好消息是系统的惩罚不痛不痒，坏消息是谢晨的惩罚又痛又痒。讨厌系统，也讨厌谢晨，都是坏东西，都怪谢晨。我今天对镜子避若蛇蝎，照见镜子总会不受控制的想到昨晚的画面，太混乱了。谢晨打扫卫生都打扫了好一会儿呢。刷牙时我故意低着头，偏偏谢晨从身后抱住我，嗓音带着几分刚苏醒的沙哑。害羞了。我吐出牙膏，回头瞪他，以后不许命令我看镜子了，都看出阴影了。他按了按我的脑袋，晚上再看。我说的是再也不可以。他若有所思，好，都听你的。他这副表情又有了什么坏主意？我赶紧洗漱完溜出浴室。我醒得很迟，被他亲醒的。他像只大狗狗抱着我乱啃，要不是我醒了天知道他还会做什么。明明之前不是这样的，之前他抱着我睡觉最多亲亲摸摸，才不会和昨晚一样又凶又狠。好可怕，我的24孝好哥哥变质了。我看他时间接近下午5点半，昨晚凌晨3点他还在收拾镜子，今早我们醒了累了又睡了回笼觉，一晃眼快晚上了。我不想起床，他威胁我再不起就继续。我不甘不愿地跑去洗漱，将近1天没吃东西，体力消耗又大，他怕我饿昏过去。我拆了包小面包啃了一口，他正好从浴室出来，衣服换好，人模狗样的。谁知道他是个变态呀？变态还咬了一口我的小面包。我不高兴，桌上不是还有吗？你自己拆一包。他在衣柜挑挑拣拣找出一条连衣裙，不要吃太多，把衣服换上，我们要出门了。我拿起裙子去浴室才发现他家里我的衣服越来越多了。我家也有不少他的。我慢吞吞换下睡衣，又想起那个不定期诈尸的系统。我好奇问，喂，系统你在吗？他的回答很简洁，在。我现在攻略进度是多少？目前攻略进度为0-100，请继续保持。继续保持？他是不是压根没想过成功？我跑出去抱着谢晨亲了一口，在心里问，现在呢？目前攻略进度为0-100，攻略进度一动不动，但谢晨会动。他报复似的把我按在沙发上，眼里透出一股危险。不想出门了。我想了想，可以吗？不是很想出门。他气笑了，捏我的脸，不可以，再待下去怕你死在我床上。我小声嘀咕，怎么可能？他装作听不见，带我出门。可能是他需要缓缓。当然我没敢说出来，怕他万一还有力气狠狠收拾我。车上司机没有升起挡板，我胆子大了不少。仗着有人在，他不会太过分，在座椅的遮挡下偷偷摸他的手。攻略进度一动不动，摸摸他的脖子，
攻略进度一动不动。我陷入沉思，没沉思上2秒，谢晨把玩着我的耳垂问：宝宝玩够了吗？我身体一僵，以后和他出门再也不穿裙子了。唯一值得高兴的是，还好出门前没有把心里话说出来，不然完蛋了。更完蛋的是，这个该死的攻略进度怎么还是一动不动？司机把车停在停车场，先行离开。我俩不知道在这儿待了多久，最后以谢晨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垃圾桶告终。我恹恹地往电梯口挪，他是对的，人不能空腹运动，要饿昏过去了。早知道听他的，不乱来了。我们预约的位置靠窗，夜幕悄悄降临，今天的太阳没见着，直接见月亮了。玻璃窗外，繁星倒映在光怪陆离的城市之间。我撑着头夹了1筷子的肉，谢晨给我倒了杯橙汁，没胃口。这家店是我最喜欢的一家，我从前经常来吃，今天可能是太久了，倒不想吃，也可能是运动完累得慌。他看起来有点愧疚，多少吃点，下次不会这样了。吃饭时脑袋发空，我没思考，下意识问哪样。他贴着我的耳朵轻声说了几个字。正巧走到边，路过一个服务员，明知道他声音压得很低很低，明知道只有我能听见，但我还是恼羞成怒，闭嘴闭嘴！公众场合怎么能说这种污言秽语？我心虚的低头吃饭，不用说都知道我脸红了。我偷瞄他，当事人撑着头笑盈盈望着我，而且他特别爱有人路过的时候凑在我耳边说话，什么奇怪的癖好啊？究竟非要在公共场合把我撩拨得面红耳赤才满意？他怎么一点羞耻心都没有？讨厌他！他第3次凑近我，在我耳边微微喘气。宝宝，今晚我们……我忍无可忍，想要推开他，路过的服务员不知道怎么摔了，餐盘里的红酒倾倒在谢晨身上。变故发生的猝不及防，我愣了愣，这个角度竟然能倒在你身上，好神奇！谢晨的笑意却完全消失了。服务员是个看起来和我差不多大的女生，此刻她疯狂地低头道歉，连声对不起。宿主，您的竞争对手出现了。我原本想安抚下谢晨，听到这话顿住了。攻略谢晨的攻略者们不是一个接一个的车轮战，他们出现并没有规律，有时候1年见不到一个，有时候1个月出现10几个。不过把酒洒在他衣服上的手段已经好久没见过了，上一次还是3年前，以至于我一时半会儿没反应过来。那个女生在疯狂道歉，谢晨不为所动。旁桌的客人已经开始看这边了，谢晨看起来要发作了，我赶紧拉住他。哥哥，你能不能先去处理下酒渍？我想和他说几句话。他瞥了一眼那个女生，似乎想拒绝。我撒娇，拜托拜托，这里是公众场所，安保很好，我都这么大人了，会保护好自己的。大多数攻略者对我敌意都很重，多次有人想对我下手，有一次差点被得逞。那次我被人绑架，谢晨感到10手都在发抖，他紧紧抱着我，一声声说着对不起。从此之后，他不再允许我接触这些攻略者。他无奈揉了把我的脑袋，他们说的话不要全信。我眼睛一亮，搂住他亲了一口。谢谢哥哥，哥哥最好啦。他目光淡淡扫过对面的女生，转身去洗手间处理。那个女生不可置信看向我，你为什么使唤得动他？所以你说你的攻略进度也是0？服务员叫林瑜，他此刻眉头紧皱，不可能。我吸了口橙汁，可是就是呀，系统似乎会提醒每个攻略者竞争对手的身份。林瑜对我的身份并没有怀疑，他都肯听你的话了，怎么可能是0？我无声地看着他，鼓励他继续说下去。他盯着我一直说着不可能，忽然他的声音戛然而止。你这具身体的身份是什么？什么这句那句的？这是我原装身体好不好？我不知道他口中身份的具体意思，挑了一个最不会出错的回答。梁怀熙，我的名字就是我的身份。什么？他破口大骂，你走了什么狗屎运分道的梁怀熙？说完他又摇头，不对，你用他的身体谢晨没有怀疑过，我记得任务记录里有人分到过他。什么意思？我装作不经意问。然后呢？然后那人就疯了，回到系统空间，精神都没痊愈，用梁怀熙的身体被谢晨发现就完了。我们攻略失败只是回去，你攻略失败。他眼带怜悯，你多保重啊！我发出一个音节，有这么严重吗？你怎么什么都不知道？你是新人，我应该知道什么？我摸摸鼻子点头。他叹气，真可怜，新人被分到这个世界。他断断续续的和我讲了不少，从他的信息中，我总算拼凑出事情真相。攻略者们来自一个名为攻略局的地方，而我所在的世界是3000小世界中的一个。每个世界都存在着一个集世界气运于一身的人，即主角。攻略者们需要攻略主角，从他们身上获得气运，供养攻略局，以维持存在。谢晨就是这个世界的主角，我梁怀熙是他的青梅竹马。杯子见底，橙汁喝完了，我抬头问他，为什么攻略局一定要存在呢？林瑜狐疑道，你不知道？糟糕，好像问到常识问题了。他握住我的手腕质问，你真的是我同事？谢晨扣住我手腕，我挣脱不了，我还挣脱不了吗？我扔下他往洗手间跑，没想到谢晨根本没走远，他就在附近。看见变故，他赶紧过来，我躲在他身后告状道，哥哥，他想抓我。谢晨知道我喜欢这家餐厅，把这里买了下来。此刻保安上前把他控制住。谢晨转身检查我有没有受伤，这次是正常检查。他牵着我的手，被2个保安架住的林好大笑。谢晨，你不知道吧？你身边的人也是攻略者，真正的梁怀熙早就死了。谢晨捂住我的耳朵，示意保安把人带下去。这顿饭吃的不是很开心，为了补偿我，谢晨带我去附近的小吃街逛了一圈，还是小吃街好，消失的胃口在一串烤面筋后重新被激发。谢晨揉了揉我圆滚滚的肚子，一天不吃晚上吃这么多，回去又要不舒服了。现在街上3步一药店，我拉着他打算去买健胃消食片，却在药店门口撞见了熟人。谢晨的父亲不知怎么在这里，看见谢晨，他眉头微皱，他目光从谢晨脸上转移到我微凸的肚子上。几个月了？药店出来一个女人，她看见谢晨，耀武扬威地抚摸肚子，似有若无地展示手中的叶酸。谢晨微笑，嘻嘻，没怀孕。父亲，我这是又有弟弟妹妹了，恭喜。他与他的父亲擦肩，
我叹了口气，跟上。谢晨的家庭挺复杂，父母联姻，母亲早逝，听说是被他父亲害死的。他的私生子兄弟姐妹能组个足球队。小时候我们是邻居，他家总是空荡荡的，只有他一人。我看他可怜，每天找他玩。后来他干脆搬到我家，成了爸妈的半个儿子。至于他的家庭，他很少回去，和他的父亲关系也很差。我嚼着健胃消食片，摸了摸肚子，关注点在另一件事上。我看起来很像怀孕吗？谢晨默默点头，下次再也不吃这么多了。还好这次遇到的是他爹，要是遇到妈妈，我不得挨骂。果不其然，一天不吃，再吃一大堆东西会肚子痛。我在床上滚来滚去，谢晨圈住我，别滚了，压到肚子会难受。他的手掌在我肚子上揉按，我舒适的眯起眼睛窝在他怀里，他轻拍我的后背哄我睡觉。我迷迷糊糊间听到攻略进度100，终于不是0了。我搂住他的脖子，小声吐槽：哥哥你好难攻略哦。说完我发现不对，等下进度是多少？我睡意一下子没了，坐起身查看进度，结果系统说攻略进度0-100。我越看越困惑，怎么又变成0了？想不明白，决定问一下当事人。我认真问：哥哥你很讨厌我吗？为什么我的攻略任务进度不会动啊？他把我捞进怀里，语气听起来很差。系统把你叫醒了？我点头。他微笑：我好不容易才把你哄睡着，他最好别落到我手里。夜半脑子一疼，我猛然惊醒，身边空荡荡的，谢晨不在。去滋滋，去地下室。滋滋就淋雨，很少出现的系统又出现了。这一次他的声音和以往完全不同，电流音混着报错声，直接出现在我脑子里。我摸了摸胳膊，起了一层鸡皮疙瘩。我开灯，披上外套，小心翼翼喊：哥哥。无人应答。我去楼下找他，书房、茶室都不在。刚走到1楼，系统又说话了：地下室。他们在地下室，站在地下室入口。去不去啊？别墅好空，谢晨又不在，这个系统又这么诡异。我咬唇，我不敢。系统声音短暂正常，分明没有起伏的语气，我听出了浓浓的嘲讽。跟谢晨那个疯子在一起，你不害怕？让你下楼，你竟然不敢？他才不是疯子，哥哥是世界上除了爸爸妈妈以外最爱我的人。系统说他也在地下室。我做了个深呼吸，鼓起勇气下楼，走到负一层转折处，我小声喊了句哥哥。空荡荡的，我的声音撞到墙壁反弹，整个楼梯间都是我的声音。我停顿几秒，还是决定继续下去。走到楼梯底部，我发现这儿竟然有一扇门，门关着。没办法，我只好问系统：我怎么进去啊？系统也不回答。我只好采用最朴素的办法，给谢晨发微信，希望他带了手机。刚发出去2秒，得到了回复：西西去客厅，我马上来找你。我看着紧闭的地下室门，系统给我的说辞是去救林瑜。林瑜和谢晨都在地下室，现在是深更半夜，他瞒着我。我咬唇，最后还是听话回了客厅。我到客厅时，谢晨已经在等我了。我扑到他怀里没说话，他轻拍我的后背：怎么半夜醒了？我摇头表示不知道。他抱起我，才3点多，我们回去继续睡觉。我抬头吻他，他身上有很淡的花香，我记得这股气味是林瑜的香水味。他配合低头，回房间的步子走得更快了。房门关闭，他把我抵在墙上，我们闷哼一声。我终于安静下来，他拨开我的碎发：这么急是系统给你的任务？他知道那次系统给我的惩罚是什么，但这次不是。我搂住他的脖子，声音闷闷的：哥哥，你身上有花香，是林瑜的。他僵住：我和他没关系。我打断他：还有血腥味。他停滞不动，我主动逢迎：哥哥，你为什么不相信他的话？他扶住我，垂眸问我：什么话？我认真望着他，发现他是真不清楚我具体指的什么。他说我也是攻略者，真正的梁怀熙已经死掉了。他捂住我的嘴：不要说这种话，不吉利。他抱着我往回走，我断断续续回答：可我真的是攻略者呀。他躺着，我坐着。谢晨撑起上半身，亲了我一口。我没那么蠢，认不出我老婆，不相信你，难道相信他吗？2极反转间，我又被他圈住。我迷茫，可是我不知道我是什么情况。他捧住我的脸，与我十指相扣。我们西西就是想得太多。他开始努力，再累点就不会胡思乱想了。谢晨的让我停止思考的办法十分有效，到后面我根本不记得什么领好什么攻略，满脑子都是他。他非常认真地深入贯彻该方法，连我的哭声和骂声都不管。该办法有效到第2天，我也只顾着骂他。他接受我的一切批评，然后又是一顿揉搓。等这件事翻篇已经是1个星期后。1个星期后，爸妈回家，见我们都不在家，一个扣打过来把我们喊回来。电话接通的上1秒，我还在骂谢晨。我咬住被子，听他和妈妈说我睡着了，明天回家吃饭。哪里睡着了？胡说八道。但我又不能反驳，只好把账继续记在谢晨头上。第2天，我靠在他肩上昏昏欲睡。他和爸爸在下棋，我窝在沙发上边看电影边睡觉。妈妈端着一盘切好的水果放在茶几上，见我半梦半醒问：你俩昨晚折腾到很晚？我点头，1点多才睡。不对。我转头对上妈妈含笑的双眼。年轻人就是有活力，但也不要纵欲过度，伤身。我耳朵红了。知道了，妈妈。他摸摸我的头，要不要邀请妈妈一起挑选婚礼样式？啊，这么早吗？我还没想过结婚。妈妈不慌不忙，先选几个月，准备几个月就不早了。我俩凑在一起看，谢晨回来，下巴搭在我的脑袋上，选第1个。我诧异，为什么？他平时没有多少喜好，为什么这次斩钉截铁？他回答，准备的时间少。我拒绝。妈妈笑眯眯给我们让出空间。我窝在他怀里，终于想起来问：林瑜呢？谢晨一顿避重就轻回答：回攻略局了。这个回答我心照不宣没问，转而好奇，所以为什么攻略局需要存在呀？谢晨眼底划过一丝冷光。一群不甘心死亡的人靠欺骗他人爱意存活。谢晨是主角，每个世界都有气运独到的主角。
以爱之名攻略欺骗，夺走他们的气运，收拢到所谓的攻略局，最后再由攻略局分配给这些攻略者。他们日复一日穿梭在不同世界，奇妙地达成永生。只有被夺走气运的主角们，在自己崩塌的世界里孑然一身，孤独终老。我听完一阵唏嘘。那我呢？我为什么有个系统？谢晨捏我的脸，你有吗？我理所当然有啊。他咂了块芒果喂我。还记得跳楼的那个人吗？我咬了一口，没来得及咬第二口，芒果被他吃掉了。你做噩梦也是他搞的鬼，后来他消失，系统没有成功剥离。我张嘴示意他要吃草莓，结果他错误接收指令，把我按在沙发上亲。他怎么跟个人机似的？图灵测试未通过。液晶屏幕的光打在他的侧脸上。电影里的男女主角在拥吻，我偷瞄，还没我们会亲呢。他们的吻结束了，我们的还在继续。等他心满意足，我不满道：凭什么你是主角呀？谁家主角和你一样坏？下次让我当。他安抚我，我们西西家庭幸福美满，被爱包裹着，他们找不到切入点。我眨眼抱住他，那你也做不成主角喽。我以后会一直爱着哥哥，哥哥也会被满满的爱包裹。谢晨挑眉，真的吗？我点头，当然啦。他抱我回房间，宝宝，先让哥哥体验一下，这根本不是一个意思。混蛋！婚礼当夜，我在婚房打了个哈欠。我不喜欢人多，应酬全打发给谢晨，他还没有回来，好困哦。我刚闭上眼睛，打算小憩一会儿，脑袋里突然又冒出来：系统绑定中，姓名梁怀熙，系统错误，病毒查杀中，病毒查杀完毕，360持续为您护航。我脑袋一激灵，谢晨刚好回来，我扯他的衣袖，完蛋了哥哥，系统又回来了，但好像还有个杀毒软件。谢晨360杀毒，我惊讶，你怎么知道的？之前在林身上实验了一下，能不能通过他链接攻略局，时间不够，我只下了个杀毒软件。我正想吐槽这不合理的设定，脑子里忽然冒出小鸟壁纸安装完毕，启动中。下一秒，一些奇奇怪怪的壁纸在我脑子里喷涌，安装360果然会捆绑该死的小鸟壁纸，还十分贴心的将男女主角的脸换成了我和谢晨。我什么盗版软件？关键是谢晨好像也看得见，他脱去我的婚纱，选中其中最不堪入目的一张。宝宝，今晚试试。全文完。